第1052章力挽狂澜。满场寂静，所有的目光都是带着无比遗憾地望着那昏迷倒地的幻大师。坚持了10日时间，谁也没想到会在这最后的时刻失败。药鼎之内，2道青红光芒不断交织，浓郁的药香几乎弥漫了整个广场。但此刻却是再没有人能有先前的那般心旷神怡，一个个皆是内心沉重。唐振目光呆滞地望着药鼎，那般颓败之色看得人颇为不忍，一方巨擘却是露出这般颓态，着实是令人心酸。广场边缘处的唐火儿，一张俏美的脸蛋也是变得煞白，片刻后惨然一笑，娇躯略微有些踉跄，其身后的几名焚炎谷弟子急忙上前将之搀扶住。整片广场寂寥无声，那股沉重的气氛令得人极感压抑，谁也不敢在这种时候开口说话。寂静而压抑的气氛持续了半晌，一道低沉声音终于是突然响起，打破了广场中的压抑沉默。唐谷主，能否让我继续炼制下去？听得这话，即便是唐振处于颓丧之中，也是忍不住的惊愕抬头，望着萧炎那张认真的脸庞，嘴巴微微张了张，绝望的心头突然涌上许些希冀。炎萧小友，你能独自炼制这火蒲丹？萧炎缓缓摇头，这倒是太高看他了，7品高级的丹药，即便是他现在炼制的成功率恐怕也是极低，但不管如何，总比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干得好。继续炼制或许还有一线机会，可若是就此放弃的话，便是彻底的失败。萧炎目光直视着唐振，眼中有着许些年轻人特有的拼劲。这些年的历练造就了萧炎坚韧的性格，放弃2字他极少说起。这20多年的修炼之途，若他中途有过放弃的话，那么现在的他恐怕还是未曾摆脱那萧家的废物之物，更遑论走到今天的这种地步。感受着萧炎那灼灼目光，唐振心头有些震动，目光转向那药鼎之内迸发而出的青红光芒，迟疑了片刻，终于是猛地一咬牙，沉声道：炎萧小友，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么便请出手吧，即便最后失败，也怪不得你。见到唐振应诺，萧炎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笑容，微微点头。请唐谷主帮我护法，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我会竭尽全力一试，至于能否成功，便全看天意了。萧炎郑重地说了一声，旋即缓缓闭目，手印急速变动，眉心处的灵魂力量在这一刻毫无保留地席卷而出，旋即犹如无穷涛浪般尽数涌进那火红的药鼎之内。见到萧炎开始动手，唐振的身体也是微微挺直，脸庞上的颓败之色迅速收敛，身体逐渐升空，凌厉目光扫过四周，沉声道：从现在起，不可有人踏入石台100步距离。感受到唐振话语中的凌厉，周围的那些焚炎谷弟子心头也是一凛，旋即连忙抱拳应是，井然有序地逐渐后退，并且没有带起丝毫的声响。平台上那一干炼药大师也是为这一幕而愣了下来，在明白了发生什么后，嘴巴不由得逐渐张了起来。那炎萧居然想要独自一人动手炼制火蒲丹，虽说如今这炼丹步骤只用那最后的成丹一步，但这也绝对不是他能够办到的呀。要知道7品高级的丹药，即便是丹塔之中能够炼制的人也是相当稀少的呀。虽然众人都是满肚子的难以置信，但在见到石台上空唐振那透着凌厉之色的脸庞后，却是不敢随意开口，只能将这些怀疑深藏在心头。石台中，萧炎的脸庞前所未有的凝重，他的灵魂力量几乎已经掌控了药鼎之内的每一寸，而也正是因为这般，他方才越加能够感受到这7品高级丹药的可怕之处，其中所蕴含的药力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可怕的程度，甚至都是能够引动天地间的能量波荡。此刻若非是有着这山容鼎的话，恐怕外界的天地能量早就紊乱起来了。灵魂力量倾巢而出，将那2道青红光芒尽数包裹，旋即分化成无数能量丝线，缓缓地融入2团光芒之中。灵魂力量刚刚侵入这2团光芒中，萧炎身体便是猛地一震，这2滴一青一红的粘稠液体，体积虽然小，但却是蕴含了100种之多的珍稀药材之力，而这些药材哪个不是经过长久岁月方才生长而出？这些药力如今完全被融合在一起，
足以瞧出这2滴粘稠液体之内的药力浓郁到了何等程度。而且或许是因为2种粘稠液体接触的缘故，如今它们之中的药力也是显得格外的狂暴，融合进行的极为艰难。而且那狂暴的药力还在不断地散发着排斥性，想要将对方排除而开。萧炎在静等了片刻后，发现2滴液体之内的药力却并未因此而有所减缓，反而是越来越烈，甚至它们之间的距离也是正在被缓缓地隔离而开。这样下去，别说融合了，连让他们接触都是极难的事。这般棘手的情况，算得上是萧炎这些年炼制丹药中首次所遇，即便是上次在内院炼制丹药时，也是未曾这般麻烦。当然，那也完全是因为当时的萧炎进入了那种悬疑状态的缘故，现在嘛，却是没了那等好运，完全只能够凭借着本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察觉到包裹着2滴液体的灵魂力量中传来的越来越剧烈的抗拒感，萧炎也是深吐了一口气，旋即心神一动，只见得弥漫药鼎的灵魂力量顿时席卷而出，然后疯狂地对着2滴液体狠狠地压缩而去。砰！低沉的声音在药鼎之内响起，在萧炎这倾尽全力的灵魂压力下，2滴刚欲分开的青红液体直接是被狠狠地压缩在了一起，但它们却并未因此而平静，反而是在一瞬间后便是爆发出更加凶猛的反扑。一波波异常凶猛的能量波动自2滴液体中扩散而出，每一次撞击在灵魂力量上时，都是会令得萧炎身体微微颤抖。炼丹这么多年，我就不信今日会解决不了你们2个小东西。萧炎也是被那液体能量的反扑激起一些火气，心头一发狠，药鼎之内的磅礴灵魂力量顿时凝聚成一个漩涡之状，旋即疯狂旋转而起。随着灵魂力量化为漩涡高速旋转，那压力顿时猛然暴增。而在这等凶悍压力中，2滴青红液体也终于是缓缓的接触，然后被强行揉在了一起。2滴液体刚刚揉合在一起，萧炎心神一动，那暴增的压力便是顿时减低。而在这同一瞬间，一股碧绿火焰也是凭空浮现，然后将那青红液体吞噬而尽。这压力的一增一减间，以及火焰的释放，被萧炎把握得极为完美。这之中若是有着一点差错，便是会对药力造成一些损伤，从而降低承担的几率。不过虽说将2滴液体揉合在了一起，但这也是对萧炎造成了相当之大的灵魂消耗。但现在也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萧炎的灵魂力量源源不断地侵入那青红液体之中，然后将其中的细微变化尽数收敛于心，然后再凭借此来小心翼翼地操控着压力与火候。石台之外一片寂静，唐振望着那身体不住颤抖的萧炎，一颗心也是提到了嗓子眼。特别是在见到他的脸色也是在逐渐变得苍白时，以唐振的定力都是忍不住的心跳加速。不过好在萧炎身体的颤抖并未持续多久，便是逐渐平稳。而也正在这时，唐振察觉到了药鼎之内突然涌现的碧绿火焰，目光顺着望去，便是见到那在火焰之中缓缓翻转的青红液体，隐隐间液体有着凝固的趋势。这一幕唐振并不陌生，他知道这是承担的前兆，当下心头陡然加快，脸庞上也是忍不住的浮现一抹激动之色。他从未想到萧炎居然真的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完成这最后的一步。这些种种唐振外面看的是轻轻松松的事，但萧炎却是为之付出了相当之大的心血。若非是他灵魂力量远超同等级的炼药师的话，也定然是完不成这等艰难任务。而且即便是如此，也是令得他那雄浑的灵魂逐渐出现了许些虚弱的感觉。心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萧炎强行压抑住灵魂中的那种虚弱之感，凝神控制着火候以及灵魂压力。而在碧绿火焰的不断炙烤以及那股适中的灵魂压力下，那青红液体也是逐渐地变得凝固。广场中的寂静持续了足足1日1夜的时间，这段时间中，这里就犹如死寂一般，没有半点的声音响起。但这段时间中却并没有人离开，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投射在那石台上，每一个人都很想知道那位看上去极为年轻的青年能否完成这最后的一步。一缕晨辉悄然从天际倾洒而下，打破了山谷中那漆黑的夜。而就在这缕晨辉出现的那一刹，庞大的焚炎谷之内的天地能量
突然猛地波动了起来。石台之上盘腿而坐的唐振陡然睁开双眼，目露一道狂喜之色地望着石台中心，那里的药鼎内一股丹香突然飘散而出。轰隆隆，在唐振睁开双眼时，天际之上突然毫无预兆地涌现一片乌云，乌云之中雷霆滚滚，银蛇四下游走，声威骇人。丹雷，他真的成功了？怎么可能？望着天空上的那些乌云，在场的那些炼药大师身体顿时僵硬，难以置信的喃声缓缓从嘴中传出。广场边缘，一身红衣的唐火儿扬起俏美的脸蛋，望着天空上的那些乌云，纤细的娇躯也是在此刻激动的难以抑制地颤抖了起来。成功了！